心底想着一夜暴富，学习投资策略却是太痛苦了。世界上所有的好事儿都需要你的耐心，好事没到，时间不够。我们转入正题，上一期视频我们分析了短线为他人的原因和地面战的特征。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解决怎样才能知道下家喜欢你手头的股票呢？这是可以搞明白的，不要着急，我们一一道来。先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有些投资人会有个疑问，无论短线还是长线，都是我自己的钱买来的股票，当然是为了我自己赚钱，怎么短线就变成了为他人买股票呢？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解说到高频交易，之所以有高频交易，必须有股票的高频买卖发生，才能实现高频交易。你买下来的股票没人要，需要等几秒、几小时、几天才能卖出，那就不是高频交易了。由于高频交易的基础投资非常巨大，需要等待成交的高频交易必定是亏损的交易。高频交易员想赚钱，唯一的办法就是知道下家正在挂单想买入哪一只股票，以及需求量和价格范围。高频信息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提前5毫秒或者几毫秒看见买家的挂单，然后高频交易员在这一刻买下买家需要的股票，同时挂单出售，几乎同时实现套利。具体实施的方案，我们可以看看高频交易技术的名词，体会一下，只是体会一下。夺取优先权，算法监听，监听大买卖盘，黑池交易平台，传统证券交易平台交叉买卖，信号触发，触发证券交易所补偿。如果利用高频交易操纵市场是犯法的，不能去做。在规则内赚钱，而且稳定赚钱才是真本领，也是长久之计。有本领的人都会在限定范围内找到可开发的资源和机会，这是真功夫。胡乱突破规则边界一定会爽，但是必定失去了更有前途的机会，无形中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把其他更多的机会浪费在这次突破规则边界上了。看过前面高频交易的本质，我们明白，想做短线交易必然考虑下家的需求为第一要务，只有满足了下家需求，才有我们赚钱的机会。先想到下家，然后才能赚钱，这是短线交易最大的秘密。投资人需要想明白，这并不会造成人人都成为卖家，大家都去找下家，无法实现这个策略。实际上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人类的需求是无限变化的。你查查自己的手机有多少 App，30 个、100个，再问问朋友手机上有多少 App， 你们是否相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除了聊天、网购、支付等几个基本的 App 之外，每个人手机上的 App 差别竟然这么大。你采用的卖家策略并不会影响他人所采用全新的买入策略，每个人的策略不完全相同，所以这才有了无穷的机会。买卖促进股市的繁荣，融入智慧的买卖更有趣，赚个明白钱儿。我们回到地面战，回到常规的股票短线交易，如何判断下家喜欢哪一只股票？我们何时准备下家喜欢的标的？我们把预测下家喜好的推演线路分为3条主线，不用着急，全是通常公开渠道可以获得的推演依据，只是我们将如何设计和运用的问题。第一条路线是宏观路线，第2条路线是行业路线，第3条路线是业绩路线。宏观、行业、业绩3条路线。我们先来说宏观路线，怎样安排短线投资的标的物。无论何时，抓住下家喜好的主题不能变，不然我们的设计路线就没办法走下去了。影响宏观形势的85个专项，
汇率、利息、央行报告、GDP、PMI、CPI、财政指引、需求、供应、运输等等。我们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千万不能贪多贪全。所有的宏观基本面全部作为重点关注，那是等于什么都没关注，结局就是什么都做不成。在宏观这条路线下，下家什么时候买入股票最为积极？各种指标所揭示的市场热闹时间是完全不同的，没有统一的答案。比较稳妥的方法是观察和记录，然后作为自己的设计依据。想赚钱，而且想通过短线赚快钱，不下点功夫超越市场上 75% 的人，也就是你的认识水平、设计能力不在头部的 25% 之内，真的赚不到钱的。所以下功夫，而且是自己本人做功课，是最要紧的第一步。不要泄气，我们可以具体举例子来说明。以每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来举例说明，这是一个每个月初的盘前发布上月就业情况的数据，非农就业人数、失业率、时薪等数据。我们为下个月初是否建仓买入股票，先看第一个星期四，美国劳工部发布的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如果改善，有可能下月的就业数据会好，但就这样的简单推演是很薄弱的，因为周四的这个数据本身变化很大，很难就一周的数据来决定一个月的就业方向。但是这个数据又是和就业数据最接近的参考值，怎么办？我们如何更接近下个月的就业数据？我们如何根据分散的信息推演出重要经济数据的走向？重点来了，我们需要推出重要的贝叶斯方法。这个方法将给予我们一个思维方式，不要着急，一步步来。我们已经开始发现事物运行的规律了。我们先把贝叶斯方法推演路径列出来，然后一条条举例解释。贝叶斯方法一共4条：一、先评估一下自己的信念，设定 P 信念；二、等待新证据；三、证据出来以后，用贝叶斯公式更新自己的信念，计算 P 信念和证据；四、继续等待新证据。一共4条，一看就大致明白，并不难。但这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思维模式。今天你知道了，就不能放弃它，一定要应用起来。每次你用手机打电话，把语音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再把数字信号编码，再编码，其中用的方法就是贝叶斯方法。语音识别、垃圾邮件过滤、邮警钻探、FDI 批准新药、Xbox 给你的游戏水平打分，各种你想到和想不到的应用都在使用贝叶斯方法。好，我们来说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因为我们要预判下个月初的数值，本月第1周劳工部初请失业金人数的变化给了我们一个指引。我们做第一步，假定一个下月的非农就业数据，比如假定失业率 7.8%， 7.8 就摆在这儿了。后续还有3周，会有股市分析师、经济学家等等渠道对就业走势给出各种评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评论收集起来，进行加权评分。影响力大的渠道就给予高权重，小的小权重。这需要你的经验和判断，这是主观的。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新的失业率，比如 7.85%， 与假定值相比较稍高，说明我们下个月可以做多。那么我们再备一些货。第3周是关键周，等到周4得到初请失业金人数后，我们再调整一次失业率，并且与分析师的最新的权重相比较，是再备货呢，还是减轻仓位，就可以做决定了。在市场对下月失业率数据讨论最为热烈的那日，市场走高，你可以出手大部分筹码，比如 80%，
留下的 20% 筹码等失业率数据发布当日再出，这就完成了一次1个月的短线运作。市场讨论最为热烈的那一日，既是买家最为心动的一日，你要坚决把大部分筹码给他们，因为我们赚的就是满足下家需求的短线利益，千万不能中途改主意，偶尔听到看到一个朋友怎么说就不卖了不玩了，那是必输无疑的，好好的策略也没办法持续下去了。物理学家万维钢说，不要说什么坚定不移，也不要听风就是雨，保持开放心态，让你的观点随事实发生改变，用一个量化的数值决定你的判断。虽然永远都摆脱不了主观的成分，但是你会做出更科学的决策。核心硬核的贝叶斯方法说到这里就算一个段落了。核心的一点，保持初心，设计好的策略坚决贯彻下去。我们可以修改策略方案，但是不能随意放弃和中途改变。中途改变就如同在山中迷路，没有了指引，没有了依托，将有可能死在山中而走不出来，在股市中就无法赢钱。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股市的讨论，所谓私募牛人的分析，你自己没有一套短线或是长线的灯塔指引，没有策略，只是仰慕牛人的一根墙头草，这是不可能赚到稳定收益的，赔钱是大概率。在前面说的是宏观数据的应用方案，实际上 PMI、CPI、GDP 等等数据都是相同的原理。月度数据我们就制定月度策略，然后紧盯市场分析，计算权重，调整初始值，调整仓位，在市场最热闹时出清，不留一股。 PMI 策略每月一次的策略，先观察能源使用量、运输量，如果预期下月发布时会比较好，你需要提前布局与 PMI 紧密联系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股票，等到市场预期发热的那一天，可能发布日之前1-2天，或是发布日当天卖出你的筹码。 CPI 和 PPI 同样可以设计月线策略，看生猪、蔬菜、房价、工业产品价格与下月初数据公布的价差趋势。宏观策略总结一句话，你必须比市场 75% 的人更敏感，更早地预期到下月发布宏观数据的走向，然后在这期间以市场的低价建仓，等到市场预期发热时卖出筹码。市场预期是否发热有几个工具可以利用，一个是搜索引擎的热词趋势，再一个是谷歌的关键词警铃，都是很好的工具。聊天工具的热词趋势也是很好的工具。行业和公司业绩路线比较适合做季度短线，在每个季报发布之前3个月设定业绩增长假设值，然后应用贝叶斯方法调试到与市场预期同步布局仓位，在市场最热议的时刻出清，完成短线交易。具体到某个行业怎样设计，某家公司的短线交易如何设计，我们找机会做个视频分别深入探讨。记住一点，短线交易我们视为买家准备的股票，一定是在买家需求最热切的时刻将股票交给下家。当市场对经济数据讨论最为热烈的那一刻，出清是最佳时机。从前一期买卖的灯塔开始，到本期的短线策略，再到贝叶斯方法搜索引擎工具，有了一套成熟的应用，我们在今后的视频中可以展开赢钱的概率以及如何安全抵达港口的讨论。关于长线投资的视频也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谢谢你的观看，请你点赞和订阅，谢谢你。